还睡呢？难得啊，在我记忆中，还没见过疏忽你睡懒觉呢。哦，想是前2天乡里采购，跑很晚，起不来了。天白还睡觉呢？啊。他怎么样？情绪好点没有？不好能怎么样嘛？人，再骄傲的人也得认命，不是？那你可小看他了，不是枪伤的事儿。哦。他对与孙文建立同盟会，确立革命运动以孙文的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又未被采纳，他的失落。是吗？难怪整天不说一句话，随时随地对我发火。嗨，对你发火算什么呀？我们俩还大吵一架呢。他这人就这样，众人皆醉我独醒。你还是跟他谈谈，他心里堵得慌。思想分歧，理论分歧，谈管用吗？那你说你俩还分歧，也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革命嘛，哪有那么容易？淑红，我今天来找你啊，是跟你道别的，我要回国了。同盟会就将成立，我的事儿啊都办完了。你也要走了？走吗？还是要走啊？啊，你回哪儿？上海还是安庆？你姐已经在上海了，我让她也租了个门面，学学你，也好有个工作掩护。走吧，走吧，都走吧，都走了就清静。还是要理解。天白是个性情中人，赤子之心，党人中啊，很难得有像他这样才情四射的。你跟他说，我们当中所有的成员都依然如故的尊重他、信赖他，尽管我们有些观点不同，无妨嘛。你们啊，好好养伤，好好过你们的日子。我给你淑红，就一个任务，替我好好照顾天白。他这个人啊，冲动起来完全不计后果，有你在身边是件好事儿，至少啊，他还像个正常人。就像你说的，有人负责革命，有人负责革命者。右京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南湘，这个该不会是你种的那个宗稻草吧？紹介します。私の同級生陽海氏。彼は李俊氏です。こちらはよしこさん。平田教官の婚約者です。僕らは平田太陽。とても尊敬しております。早くご無事に帰還されることを記念しており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皆さん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両京さん。こんな時に行ってしまうなんて本当に悲しくなります。平田教官は昨晩参謀本部の将校が私の家に来て状況を話していきました。眠れぬ夜を過ごしました。彼は何と？たった一度の戦闘で3500名もの人が戦死されたそうです。なんてことだ。では平田教官は
こんな時に言ってしまわれるなんて本当に寂しい限りです。一会儿宴会完了，你去我家，我有东西要送你。好。来，我们一起干一个吧！啊！怎么？听任俊说你们还打算在东京待一段时间？是啊，一块儿走不好吗？共去又共来。咱得找出路不是吗？哪比得了你啊？也是，我先回去试试水。如果我有出路了，想必你也就有了。他们已经把我母亲从荆州接到了北京，给了光明殿胡同的一处宅子，也是我们祖上的老宅子。你凯之啊，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大人，您这是在做什么？您亲自……哦，都是我送你的，我会让人随传递你托运的。您真是太客气了。哎呀，送人生意不如收集一碗，这话不是我的，是你们自己说的。3年来，大人每每给我鼓励和指导。两家，我这么说吧，在你之前，还总没有一个坚定的方式与我们日本关系走得如此之近。就是我们两国有过非常相似的经历，只不过日本先做了一步，而我有责任把我们的机会转告给你们。近1-2年，你们的官员频频到访日本，努力要学习我们。可这样的筹码更化能看到什么呢？无非是天皇吃起了牛肉，官员穿起了燕尾服，结果5分没有。去西藏穿洋服，修英语，里分多，教教义。这样人，西服呵护并存，酒吧茶室公主，西洋歌者和日本国学会经常夺目。不，都不是今天日本的根本。相比之下，你要比他们更为了解我们。我们共同生活了整整3年。是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机会悄然于国界之外看待自己生生不息的国家、土地、文明，那么他始终不能够对世界和人生有一种更为精确的眼光。您要我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你果然听懂了我。看清他的症结，然后重振它。这对一个尚未激情的青年来说，是否太宏大了一些？你带回国的不只是一级文凭，还有家。未来如果中国陷入混乱，希望你能记住今天日本对你们的培养。左のあの道を通ってもらえますか？この通りですか？はい、そうです。止まらずただ通るだけで。小猪妹119。52人。
止めて、その端で止めてください。大西的，早く！滚吧，你个畜生！滚！风流倜傥啊，凯之。这日本军服啊，穿在身上别扭，许多东京人啊都以为我刚从前线回来。你说这时候，咱跟着凑啥热闹？不凑热闹就对了，狗咬狗一嘴毛。有些人幼稚的认为，日本战胜俄国那是君主立宪战胜了独裁，可笑，真他妈可笑啊！随便坐啊，坐。凯之来了，赶紧到场。吴老师有什么看法？国内传来消息，袁世凯等人建议朝廷学习日本，实行立宪政体。想知道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没错。我告诉你，杨凯之，让那些蠢货忙去吧，看谁笑到最后。立宪了就不革命了？屁！不立宪要推翻的，立宪了我们还是要推翻的。更何况是君主立宪。吴老师的理论一向都是这么畅快淋漓。我跟你堂哥不一样，他喜欢绕，民生、民主、民权、共和、宪制一堆名词，我这儿简单，脱裤子简单。书红，别忙了，坐着聊聊。你别管他。吴老师，你可不能拿我嫂子当佣人使唤，她可是我亲戚。吴老师，你们俩这关系一直就挺奇怪的。打游轮那会儿我就提过，你杨凯之别东拉西扯的。我问你，回国的蓝图有了吗？蓝图？你们这些士官生，新知旧学集于一身，论理论、论道德、论意义、论作用，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推翻清朝，建立共和，你们必须看此大任。吴老师，我知道，我都知道。那蓝图啊，咱一直都有。打我入学那会儿，我堂兄就秘密地为我制定了一项使命，让我紧盯着宗室归守良乡，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打入核心层。
小心点，这柜子啊，金贵着呢。哎呦，小心台阶啊！看着点脚下。怎么样，罗哥？没问题。快，搭把手，搭把手。好。当心着点啊！看着顶上。对，慢点，哎，别碰着灯啊！躲梅啊，躲梅，哎。哎呀，别迟到了，你这年纪啊，穿什么都好看，就这一身行了。不是母亲，朵梅不是为了好看，是礼貌。哥哥都出洋4年了，我哪能？别怕他，你是我老太太相中的。出洋又怎么了？都说那个东京有多好多好，要我说啊，有什么呀？我去了趟东京，掉了6斤肉，多1天我也不想待了。我算是知道什么叫留洋了，真别把它当个事儿啊！新娘，新娘，哎，新娘啊，您看看这怎么是个好？六王爷家送来的衣柜，梁哥的卧室门太窄了，想了多少折都弄不进去。这人眼看着到家了，卧室还没归着，这……我说你这脑筋怎么那么木讷呢？你搬不进去你就拆了呀，你弄进去了再装不成啊？那都是黄梨木的，贵着呢，金贵着呢。金贵，那老六能把金贵东西送你，拆，心细点儿，别下死力气就行。得，听亲娘的。亲娘，亲娘哎，这厨房上问问，这武二爷送来的野鸭子，咱是清炖了还是酱烤？那死拉硬的野鸭子，土墙崩下来的，一咬都是铁沙子。那武二爷怎么想的？神不送这么个玩意儿来，还担着个人情。你跟后头说，甭拿到席上来，这煮熟的鸭子都飞了怎么办呢？赶紧去办吧。是，听亲娘的。哎，这煮熟的鸭子飞了，咱朵梅妹妹的亲事，她良相也不敢不认。来了，车来了，都到胡同口了都。爷，你又回来了。母亲大人在上，儿良乡自东阳归来，给您老磕头啊！起来吧，儿啊。是，母亲。要是你爹还在，那该多好啊！儿啊，你看看这是谁？朵梅见过良乡哥哥。朵梅？朵梅是谁？儿啊，你忘了，那一年，为母在荆州知府大人家吃醉了，你去背我，你们见过面啊？哦，有点印象了。是，都4个年头了。你也来京城了？父亲调任宛平，我朵梅已经做了我3年的干女儿了，在荆州啊，全是她陪伴为母。哦，现在，母亲已经定下她和你的婚事，你们俩好好相处。可是母亲。可是什么呀？你别告诉我你在东阳已经……不是的，母亲。我在上海，载振悲了对我说，庆亲王已经被我说向了室内备大臣富察之女的婚事。庆亲王的好意，儿子费了脑筋，
恐怕很难拒绝。他庆亲王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要为我家儿子说项婚事，搁200多年前，现今的亲王，哪个都不如你的祖宗。可是母亲，你也得为儿子想一想，适才留学4年，未有寸功，这刚回来就领了2个女人，这也太……想办法回绝富察家的婚事。如果回绝不了呢，就2个都娶吧，反正宅子大得很，装得下。朵梅呀，走，咱们去看看给你良香哥哥准备的房子去。久违了，良香。良香，哎，罗格、荣格，什么是你们哥俩啊？你们也在京城啊？是啊，罗格跟我呀，在你去日本的第2年就来京城建瑞营补丁了。是吗？好，有你们俩发小啊，我也就不孤单了。哎，你们建瑞营谁领先呢？啊，醇亲王爷兼领着。醇亲王爷？对。啊。这玩意儿新添了呢。回王爷是新添的。谁弄的？是北洋大臣袁世凯新近由德国购入的。听说一共进了10挺。庆亲王视察新军时，他送给庆亲王的。庆亲王带回京来，让我们帮着保养，还没列入武器清单。一共进了10挺，他袁世凯自个儿留了9挺，剩1挺放我这儿来显摆来了。是这样，没人会摆弄。那就还回去啊！我这不是他老严家仓库。王爷，此物为马克沁重机枪，即便在西方也十分的稀罕，其火力十分强大，可做180度扇面连续射击，其发射速度相当于100支慢力下步枪。如果将它架在马车上，其机动火力简直就是所向披靡的移动堡垒。你是？在下良香，叩见醇亲王。啊，原来是你啊！是我。前些日子还和载勋载涛念叨你呢，你是真经不起念叨。这些年，在下也时常想念当初王爷在上海的教诲。怎么样，你母亲可好？那房子住着还合适吧？都好。只是，在下尚不知晓，朝廷会给我一个怎样的差事。如果能安置在王爷麾下，哎，良香，日俄之战似乎有些新鲜东西。你在东京听到什么有趣消息没有？这2天许多人这么问我。哦，还有谁啊？昨晚，在京的湖南巡抚端方专门把我叫到了行馆，他问我，为什么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打败了君主专制的沙俄？这不奇怪。端老四正和袁世凯上书太后，建议朝廷仿效日本，制定变法大纲，定为立宪政体。难怪呢。良香，你是学军事的，别和那些人搅在一起。宪政问题，你能弄明白吗？要我说啊，你和我都是青蛙跳井，不懂，不懂，就别缠我。是，王爷。王爷闭口不谈对我的任用，真是搞不懂。明摆着，他载沣管不了你的事儿。可是，当初他在上海，别做梦了，谁不会说这些大话呀？你不想想他载沣现在的身份多尴尬呀！
亲兄长，坐着这么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皇上，什么不得看太后眼色啊？依我看呀，没有这个兄长更好些。可是我的要求也不高，我可以先从建瑞营的队官做起，先试着带兵。糊涂我的儿啊，他已经不是4年前的醇亲王了，连我这个妇人都看得懂。您看懂什么了？载沣从德国回来以后啊，你知道太后给他做的头一件事是什么？是什么？指婚。咋跟我一样？太不一样了。我听你婶妈说呀，载沣原是有一个相中的姑娘，2家红定都放了，可是太后指婚呢，让他娶了荣禄的女儿。荣禄的女儿？正是。他荣禄能是个一般人啊？掌控过大清所有的军队，现在哪一个武官不是他的门生爱徒啊？瞧瞧瞧，超品亲王娶了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女人回来，想想。千秋，我多少有点明白了。难怪，我寻思着啊，他怎么一下子就变脸了？原来是恩宠太过于大，把他给吓住了。母亲，这桩婚事没准还真把他吓坏了，这不是把他往那亲兄长的位子上扶吗？还真保不齐。别往下猜，说话得有分寸，心里明白就成。也是怪可怜的。如此说来，庆亲王的说相，我还真得想办法给推了。我可不想像那载沣一样，被人家的一根裙带给拴得结结实实的，啥都做不了，啥也不敢做。所以呀，儿啊，咱讨媳妇儿，找个能过日子的。你娶个现世宝回来，你让娘怎么跟他处法啊？娘半辈子生活在齐营里面，一堆简单人儿，想的简单，活着也简单，都跟咱祖宗似的，吃自己的本事。说得对，咱啊得吃自己的本事。别泄气，土方老弟。我也没想到，阿玛只给了你一个练兵处、军学司员的虚衔。庆亲王是不是瞧不惯我这样？戴帽的时候不觉得，只是你摘帽的时候，我听到阿玛咳嗽了一声。咳嗽了一声。外人也许不在意，但是做我儿子的清楚，这老爷子8成是不待见。不会紧一根辫子吧？还有，爷啊，不该回绝那桩婚事，阿玛非常看重。可我母亲已经为我找了一个，我这做儿子的纵使浑身是贼，也不是我说你啊。英雄得过美人关，啊，这让娶就娶，你管他是瞎子还是瘸子，这眼睛一闭天就黑了。早知如此，我真该去投那袁世凯，他那第8标统的位置还替我留着呢。袁公宝出手大方，那你怎么不去啊？那您阿玛能高兴呀？你错了，阿玛跟袁公宝铁着呢。多少人攻他，全仗着我阿玛力挺，他老袁才能轻松不倒。原来是这样，慢慢体会吧。朝廷不比你在日本，阴沟里都有3尺浪。那就回见了，土方老弟。明天一早，你就直接去练兵处公干吧。
新任军学司司员梁湘奉命到任。哟，好，嘿，哥们一看就是留过洋的。哎呀，您请坐，请坐。不好意思啊，实在是不成敬意，就一把椅子。您看要不要？不用。不用，不用。您坐，您坐。怠慢啊。在练兵处军学司，有正士1人，副使7人，其余6人都在这3间档子房。这间是最大的，剩余的2间都堆满了各地的文档。您是？副使李守社，您叫我守社即可。那我，您看，梁思远，先熟悉文档。一顿饭干什么这么兴师动众的？小丁啊，你们呀就直接去书房哦，缺什么呀就告诉宋姨好了。好，小香诺。来，把东西卸下来。你哪能讲那样的话呀？你以为渔公馆的小丁那么好请呀？多少人排着队都请不到的呀！再怎么稀罕，到底也是个厨子。厨子不好行了啦！你看人家张公公又干又瘦，那嘴可是又肥又厚，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的呀？阿拉厨子的那几个菜，连小丁的脚脖子都到不了呀！你得让张公公吃得高兴，对不啦？他高兴了，才能把宫里的余款存到通商银行里。哎，我这是在为你办事，
你还不领情？哎呀，真是气死了！东家，我回来了。哎呀，小乱党回来了！我看，呵，哎呦，像模像样的啊！请允许我引用《荷马史诗》中的一句话：如今我们回来了，世界将从此不同。哎呀，还跟我念上荷马史诗了。当年你拿着唐才场那堆破唐票来找我讹银了，现在去了几天东京军校，就念上荷马史诗了。你瞧瞧，嘿，坐下，我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您看，仪表堂堂的小乱党，不知底细的还真看不出来。不过眼神还是那劲儿，是不是特睿智、特干练，洞察一切？狗屁，贼溜溜的，还是一副不安分的样子。当初你找我讹银子的时候，就是这眼神。我当时看到你啊，心就动了。却把我的梦葬在黎明，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千年的迷雾深锁长路，生死前途慷慨奔赴，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